臭小子！等！这是柳红颜，我二姐，父亲生下的孤儿，一介女良，却仅用了4年时间，就在京都打造出了强大的圣翼帝国，正儿八经的女首富。你就是这样闭门思过的，真是死不悔改，禁足都能玩出新花样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少跟我废话，今日诗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诗你背会了吗？这是我花了1万两买的诗，让你背下来，参加今日圣灵学院的诗会。别跟我说你忘了。啥玩意儿？1万两！二姐，你肯定被骗了，这诗根本狗屁不通，烂的不能再烂了。字你都学不会一个，你还知道诗词的好坏？你少给我作妖啊！诗会上，你把这首诗给我念了就行。这破诗都能卖1万两，那我脑海中的名诗名词岂不价值100万两？什么诗会？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销售大会呀！发财啦！说什么胡话呢？诗会关乎到你还能不能继续在圣灵学院念书，更关乎到我们秦家的威名。你要是敢搞砸，你就等着爹爹让你屁股开花吧！保证完成任务。小钱钱，我来啦！师傅可是得道高僧，岂容你这般草菅人命？你在师傅面前挑拨是非，该打！泼猴，今日你却连连伤人性命，简直是佛法难容。说吧，唐僧便念起了紧箍咒，孙悟空抱头痛哭，而这时那白骨精已经张着利爪出现在了唐僧身后。然后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我本是现代的一名销售，意外穿到了这不学无术的兵部尚书之子秦风身上。少爷，上哪去了？上哪喝酒去了又？你管？又喝酒？这少爷，是不是？老爷，这就没了。站住！本少爷讲的这么好，你们几个不得意思意思啊？没意思。打赏。你先来。少爷，我真没钱。快点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岳父虽然被2小姐和4小姐给限制了，但是我也没钱呀。你们几个一些个没少仗着我的身份狐假虎威的敛财，给我打赏。你。都吃了吧？哟。少爷，你也太丧心病狂了吧！连我们的财都要敛。你，少爷，我没钱。我有钱。一群下人都比我有钱，原主分明是中毒而亡，他们就想要除掉原主，为了让兵部尚书的秦家没落，让李家从中得利。算了，想这个没用，我得先搞钱，发家致富，走上人生巅峰才是王道。秦风，你又在整什么幺蛾子？完了。臭小子！等！这是柳红颜，我二姐，父亲生下的孤儿，一介女良，却仅用了4年时间，就在京都打造出了强大的圣翼帝国，正儿八经的女首富。你就是这样闭门思过的，真是死不悔改，禁足都能玩出新花样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少跟我废话，今日诗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诗你背会了吗？这是我花了1万两买的诗，让你背下来，参加今日圣灵学院的诗会。别跟我说你忘了。啥玩意儿？1万两！二姐，你肯定被骗了，这诗根本狗屁不通，烂的不能再烂了。字你都学不会一个，你还知道诗词的好坏？你少给我作妖啊！诗会上，你把这首诗给我念了就行。
这破诗都能卖1万两，那我脑海中的名诗名词岂不价值100万两？什么诗会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销售大会呀！发财啦！说什么胡话呢？诗会关乎到你还能不能继续在圣灵学院念书，更关乎到我们秦家的威名。你要是敢搞砸，你就等着爹爹让你屁股开花吧！保证完成任务。小简简，我来啦！是，确实不错。这篇文章运气好，一个话，不知道这次考天确实。哎，你看这眼睛，哇，哟，这不是秦大少爷吗？怎么，居然还会来参加诗会？就是他和柳叶杀了原主。这今日可是天下文人的盛会，像秦公子这种只会去画舫、大字不识的纨绔，闹出什么笑话，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，辱没圣林书院的威名？在画舫吃花酒的时候，你可没说过会辱没书院威名，还夸我才高八斗。现如今反倒不认账，人画舫姑娘已经向我告状了，说程兄你啊白嫖不给钱。哎呀，这种事情，程发原本是想要钱锋美名，却不想钱锋大方承认去画舫。这个扭扭捏捏的样子，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谁去画舫了？秦风，我告诉你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去找院长告你诽谤。告之前先把嫖金给付了。虽然呀，只有半盏茶功夫，半盏茶的功夫，这不行啊！但是该付的钱得付呀。哇，这么劲爆，连找姑娘的钱都不给，太恶心了！你，诗会开始，开始了，哎，开始了，走，我走着瞧。好，考试开始了。我先来。海天一线博古今，我欲登高望苍穹。却道一群贵千金，全批不通，不及格。下一个，我来。七火龙关金鳞绕，燕军惊梦三更寒。白衣素袍何骨眠，晦气，回去奔丧吧，别在这儿添乱。哎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咱今天可一定要听听这秦大少爷的雅作。不过又是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吧？我也不一定能过初选，但是有咱秦大少爷垫底，我是一点儿都不带慌的。不就是作诗吗？这么简单的事情，看把你们一个个激动的。你要是能通过初选，我就尊称你一声先生；你要是通不过，你就去书院门口给我跪着学狗叫，如何？光叫先生可不够啊，把我替你垫付的嫖赌资金拿回来。你好，你若通过初选，多少钱我赏给你？10万两。多少？10万两？10万两？疯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那天晚上哪个女的那么好看？哎，那些歌姬是天仙吗？值10万两。哦，那日歌姬，这就承认了。哦，原来他还真去看过。原来是这样，开玩笑呢。那日你确实喝多了，把所有的账都记在你的名下，总计10万两。你放屁！李公子让你放心，他自有办法对付他。好，10万两就10万两，要是你通不过，也得给我10万两。成交。你个败家子，那首诗不是给你拿来赌的，10万两。若是拿谢金石肯卖的话，都够给你买10首诗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就……哎呀，二姐，钱都送上门了，哪有不赚的道理？
你就放心吧，看我的。如今藩外蛮夷频频骚扰百姓，犯我大梁国土，今日我便以此为题，做一首诗，诸位请听好了。秦风啊秦风，你爹堂堂兵部尚书却生了你这么个废物，今天我要让你在大家面前丢尽脸面，以后只配被我踩在脚底下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好，这就又起好一个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快去送交院长。哎，等等，秦风，此诗可曾冠名？叫出塞。出塞，十分贴切。哎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此诗真的是秦风所作的？这不可能！难道说秦风真开窍了？这首诗何等气概！上一届诗会拔得头筹的诗篇，与这首出塞相比，竟相形见绌。此次诗会你还算上心，还知道偷摸准备了备用诗。二姐，这真是我做的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你抄袭的，你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作品。说我抄袭，最好拿出证据，否则就是诽谤。记得要愿赌服输啊！今天晚上之前把10万两送到我们家门口，不然我就找你爹去要。姓秦的，你别得意，这只是初试，后面还有复试和会试。若是接下来做出来的事不如初赛上乘，便是你沽名钓誉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你应该叫我先生才对，不知礼数。哼，就你还不配让我称呼先生。二姐，咱也别等到晚上了，直接派人去城府，跟他爹说，他儿子是个愿赌不服输、欠人嫖金不还的，丢尽他程家的脸面。好，二姐这就去安排。且慢，谁说没有抄袭的证据？谁说你没有抄袭的证据？这首出塞虽是上乘，但是我怎么听说是你的二姐柳红颜重金万两从谢剑士那儿求来的？你这兔崽子也来了，今天一并打打你们的脸。我还以为秦风真的转性，没想到诗是买来的。平时连诗都不会背的人，现在居然开始写诗了，而且一出手就是千古名句，谁信呀？就是啊，怎么可能是他写？是他写出这么机密的事，你都知道？你该不会是跟踪我二姐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是变态跟踪狂。求诗作弊这种事，自然要严格保密。李锐要是承认他监视，那就证明他是变态；要是不承认，就说明凭空捏造，非正人君子啊！秦风这招啊，太高了。怎么骑虎难下了？我知道你不会忍，可是今天刚好谢进士就在这学院之中。见过公子，见过各位了。这谢金氏居然被他们收买了，这要传出去，对秦家名声定然会有影响，怎么办？这进士一看一脸小人样。我本还想跟你几分薄命，就凭你这毒舌，就休怪我不讲道理。我都长这么帅了，还需要你留情面？你就是个无赖！出塞明明是我的墨宝，你仗着兵部尚书的威名，对我威逼利诱。以前我是迫不得已，现在有李公子为我主持公道，我还能怕你不成？好你个秦风，既然做出如此下作之事，你已经没有资格继续留在圣林学院。来人，将他给轰出去！哎，你们这么着急赶我走，是怕我把你的阴谋全部揭穿吗？秦风，你拿谢进士的墨宝欺骗我，还让我喊你先生，真是无耻下流！我就说，这个名震京都的纨绔啊，怎么可能写出这种好诗？就是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秦风根本没有这个能耐，不要脸。诸位，
请再听我一言。这圣人云：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况且，我二人父亲皆拜尚书令，请诸位给我一个情面，莫要再谴责秦风。装模作样。二姐，你要见谅，毕竟披着人皮的不一定是人，而是衣冠禽兽。秦风，我劝你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如果你现在能够认错的话，我会亲自求院长，相信各位同窗也一定会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。机会好呀，机会！可动手呢！啊，是你动手！真的是有你！秦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坑蒙拐骗，你都全部占齐了，现在居然当众乱殴打堂堂的进士，这回连我也保不了你。你保我？你想多了吧？我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那首《出塞》真是你写的吗？秦家小儿，你强买了我的诗，你现在要出尔反尔？这首诗就是我谢某所作。好，你敢打一个进士？闭嘴！我乃兵部尚书之子，你堂堂进士竟敢以下犯上来辱我，你真是找打！他动手打进士啊！你分明就是盗窃墨宝，如今还在这里强词夺理。秦风，你这种行径真是丢我们圣林书院的脸。我脑子里存了成千上万首诗，你若是不服，大可以在复试里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写诗。可你买词作弊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进入复试？你根本没有资格决定我的去留。考官大人，请问我可以留下来吗？既然秦公子能证明自己，那就继续参加复试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这么吊儿郎当，小心我收拾你！二姐，饶命！复试以梅花为主题，开始吧。一首《踏雪咏梅》，请各位品鉴。梅雪争春，明月夜，执笔踏月，白裘衣。梅絮薄雪，三分寒，雪却成梅，一段香。好一首踏雪咏梅，输雪三分寒，胜雪一段香。好诗，好诗啊！真不愧是李公子，真乃圣林书院文人之楷模也。秦风，你不是不承认窃人墨宝吗？你要是有这种真才实学，可敢再做一首？好啊，那就用你的狗耳朵给我听好了。冰雪林中住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金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。好，不错，好啊！且不说斯文优雅，光听意境就摔李锐好几条街。李锐的踏雪咏梅多少有点应付了呀。这么说来，这首边塞莫非真的出自秦风之手？怎么，是我做的事太好了，把你们都震聋了？你分明就不会做事，真是贼心不改，又去抄袭。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这第二轮要写的诗也是不少。若接下来的作品都能保持与前两首相同水准的话，那秦公子可谓是凤凰起鸣，一朝腾飞了。抄？那你们给我好好听听：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；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好，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好诗，好！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好，妙啊！真不错，真是太棒了！好诗啊，好诗！此诗堪称千古绝唱啊！敢问谢进士，这些诗都是你做的？回答我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哼，此人心思恶毒，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明日便送往大理寺
收监受审。客官，我一时被财迷了心窍，你放我一条生路吧。大人，原来真不是他做的，如此污蔑才子乃是重罪，这种人也被称为进士。方才李公子如此信誓旦旦，如若他也是知情者故意陷害，那他也脱不了干系。你们服还是不服？秦兄大才，况武绝今，李某佩服。请问我晋级了吗？秦风晋级决赛。哎，程大公子，拜师礼数都没了。秦风，你别太过分！混账东西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我倒要问问令尊，这对先生不敬，去画舫白嫖不给钱，愿赌服输，可是一个学生应该有的呀。若被父亲知道此事，肯定要脱一层皮。该死的秦风！拜见先生。敷衍，拜师哪有不下跪之礼啊？你圣灵书院向来教导尊师重道，你如此顽劣，是怕书院呀不留你。学生惩罚，拜见先生。哎呀，你看，学生惩罚，参见先生。我的好徒弟，那10万两记得送到为师府上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可要好好听话，不然为师可要扒你裤子教训你哦。你这家伙，小小年纪装什么老学究？还用装吗？气质不是你撑起来的。呸！不要脸！这会叫的狗我见多了，会咬人的田鸡还是头一次见，真是稀奇。下次记得手段好点，不然显得呀你智商很低哦。秦风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了。我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不就是赢了一个智障而已吗？你找死！你找死！比奶娃娃的力气都小，你还敢动手？你放开他！这只是警告，再有下次就不会这么轻而易举的结束了。小东，好，我们走。走。就让他们这么走了吗？这事要是被我爹知道了，我会被打死啊！别急，我会在他必经之路上设下机关，他死定了。那些诗真的是你做的吗？二姐，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啊！你知道我为了那件事有多殚精竭虑吗？以前有二姐的保护和溺爱，我原本只是想安分守己，当个纨绔，但是看到二姐每日为我四处奔波，小弟我忍不住心疼，所以我决定奋发向上。你小子总算懂懂什么呀？姐，我这不懂事要打，懂事了还打呀？闪开！二姐，说，幕后指使是谁？不然我杀了你！你不会知道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你们就休想伤我弟弟一根汗毛！谁敢动我秦家人？再敢动，休怪我刀剑无眼！四妹，你来了。四姐景千野，大梁第一女战神，二姐是京都第一女富豪，而且她俩美若天仙。老爹官拜兵部尚书，手握重兵，个顶个都是大神级的存在。四姐，你可算来了！你们完蛋了！我四姐来了，看你们谁还敢杀害小爷我！臭小子，给我收敛点！算了，
我劝你们放了我，否则……司机好厉害啊，还来得这么及时。我对你的敬意就如滔滔黄河之水，一发而不可收拾啊！你小子，想让我把你按在地上摩擦呀？四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出事儿了？看你们久了没回家，过来看看。最近跟我结仇的人只有李锐，处心积虑非要置我于死地，真的只是因为朝堂之争？不争气的东西，你还敢回来你？我三令五申，不准你出去厮混。你把为父的话当成耳边风了。爹，你虎毒不食子，就饶我一命吧。我秦天虎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懦弱玩意儿，简直晚节不保。爹，是女儿带小风出府去参加那个圣灵学院诗会的。这已经不是参加诗会的问题了，只知道躲在女子身后，毫无男儿骨气。哎，我就是没有男子气概，怎么了？爹，您消消气，注意您的身子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爹，您不是一直盼着小凤能出息吗？他今日连闯2关，如今已经是圣灵书院的名人了。哎，他那首《出塞》更是令书院考官击节赞叹啊！红颜，你怎么也学着开始糊弄你父亲了？女儿所言句句属实。爹，今日小风还以诗词力压众人，拔得头筹。哎呀，爹，女儿这辈子可曾欺瞒过您？我亲眼所见，绝对掺不了假。小风虽然从未上阵杀敌，但一手出塞却是扬我秦家威名。二姐，是何等诗词让你如此赞叹？那我便念给你们听：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怎么样啊？不可能！你就看他那二流子的样子，他能做出如此恢宏的诗句啊？我秦天虎怕是祖坟要冒青烟了。哎，爹，要不咱回去看看，祖坟准冒青烟了。是真的，书院里所有人都听到了。此时恐怕这首诗已经传遍京城各个角落了。这诗真是你所作？怕是名动京都的文豪都做不出来吧？女儿亲眼所见，起初我也以为是他花钱买来的墨宝，但如有其他人做出的话，那他自己张贴出来，早已名震大梁，又岂会卖给他？你小子什么时候有这本事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不对，你若有如此的才华，以前怎么不说出来啊？你是不是在骗你父亲？你跟我说，从哪弄来的诗啊？爹，我说这是我从梦里弄来的，别信。爹，自从你儿子我那日落水之后，便如凤凰涅槃。回想起以前做过的诸多错事，痛心疾首，所以决定奋发图强，励精图治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争取早日为我秦家光宗耀祖。现在我已到圣灵学院的诗词大会，此事情可做不了假啊。爹，小风跟以前确实不一样了。自从你把他给禁足之后，他每日在书房里发愤图强。是吧，小风？是啊，爹，我二姐都亲自作证了，还有什么不信的呢？算有点像我秦家的人。现在前线战事吃紧，我干什么？我没空管你啊，你给我安生着。爹，你莫不是还在为北狄之事犯愁？北狄蛮夷频繁骚扰我国边疆，已然闹得民不聊生了。朝廷为这事儿已经快闹翻天了。陛下为何不出兵？北狄兵强，善骑射，我大梁就算有100万精兵，怕是也占不了便宜呀。户部与其他几名大员
担心损失惨重，极力干预出兵镇压。为父啊，是有心无力呀。要我说呀，根本不必理会户部那些迂腐大员，每日只知道党争，不堪重用，只管高圣上，狠狠地教训他们便是。北狄不是擅长骑兵吗？那就把骑兵全吃了。混账东西，你懂什么？如果这么简单，为父还要苦思冥想吗？你再给我胡言乱语，我打得你满脸开花。北狄再凶猛，可他们脑子不好使，我们只需要用计。小凤有想法。尽在这里瞎添乱。你以为上战场是过家家吗？每一瞬间都有战士死亡，可不是你随便能参言的。正是因为知道战场激烈，所以才要把输的面降低，把赢面拉开啊！别跟我耍嘴皮子，你是皮有痒痒了？哎，爹，不如您听听小凤怎么说，万一有可取之处呢？那你说，既然我们不能正面击溃敌军，那就用弓箭手带部族，5000弓手强弩射杀。如果弓箭手打前阵，对方冲上来，就会损失一部分兵力。但对方有强马，而我们只有弓箭手，太薄弱了，一击便会溃散。自然不是如此，得弓箭手带阵前列3排布阵，第一排手持重盾，第2排手持长矛，第3排手持短矛。这样那些鬼骑兵休想再进入我方阵型。这是个好计谋啊！如此一来，那些北狄骑兵便是插翅也难飞了。有什么用啊？我军2翼，防守薄弱。如果他攻2翼，多几手啊？2翼需各设一支队伍，以朴刀、虚刀、吊刀为主，配以短兵器为辅，即可化解2翼的弱势。他们敢正面硬碰硬，另派轻兵断其粮草即可。如此布置，定叫其有来无回。如果敌袭绕后的话，我大阵2翼兵即可回防支援。你这套战术安排非常完美，对付骑兵是无往而不利呀。我看了那么多军事电影，还有三国战争游戏，你丫几个蛮夷部落还不是轻而易举？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那强弩和朴刀是何物啊？这3言2语说不清，您若想知道，还是画出来便是。来，好。大功告成。爹，来，您坐。这几件东西如何得知呢？你看这个强弩，这精妙比一般的弓箭可强上100倍了。就是以前闲着没事儿，随便鼓捣玩，不知道管不管用。哎呀，你个败家玩意儿！就这几件东西，如果打造出来，必是军中之法宝。如果你早就拿出来，我边军怎么会吃这么大的亏啊？那不是我没穿越过来吗？虎父无犬子啊！不会是我秦天虎的儿子？这几件兵器再辅以兵策，定要他北狄有来无回。我得好好研究研究。不对，你是在哪学的这一套啊？如果没有一定的实战能力，根本想不出这种兵器图来呀。爹，以前我是纨绔了些，但也会经常看各种书籍，早就已经融会贯通了。以后还是一定会为您分忧。你有这份心就行。爹老了，以后我们秦家的未来还得靠你。既然李家不希望大梁发兵，那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帮助爹获得皇上信任，促成此次战事。程发那混蛋，我看他呀，分明就是想赖账。四姐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少爷，你回去吧。要不是我被人追杀，早自己去要债了。毛毛躁躁的，在骂什么？四姐，程发那混蛋欠我钱不还，明知你武艺高强，还和你对着干，这分明啊是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啊！
是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吧？我可是你亲弟弟。你幸好是我弟弟，你如果不是我弟弟，我早杀你800回了。你落水之前游手好闲，作奸犯科；落水后疯疯癫癫，不成体统。秦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赶紧走！四姐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自己去。万一路上出点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弟弟了。这一辈子能做你弟弟，也是值了。小风，来。若无耻，陈凡远没有你无耻啊！你整日油腔滑调的，你幸好没有入室，否则我大梁就多你一个奸佞之臣。你觉得我有当奸臣的潜质？多谢姐姐夸奖。找几个护卫陪你去就行了。走，赶紧走。哎，要不把书记借我用一天？不行，除非我死。哎，姐，你可是要长命百岁的。姐，咱们打个商量，我不白借，付1天租金。给多少？10两。哎，姐啊，你说多少嘛？陈发欠你多少银子？10万两。淑玉，带少爷走一趟，把本小姐的10万两银子带回来。是。姐，你也太狠了吧，一点都不给我留啊！爹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的就是我的，这辈子能当你姐姐，我也是值了。去吧。好，总比便宜盛发那王八蛋强。舒玉，走。姓程的，赶紧给为师我滚出来，给我还钱！哎呦，这不是秦少爷吗？不知道您说的这个钱是什么意思？跟我装蒜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别以为你岁数大，我就不敢扁你。70、80岁老头子，我都做过好几个。去，老朽没明白，还请秦少爷明示。程发欠了我10万两银子，让他赶紧出来还钱。程发，快点出来还钱啊！为师亲自来了，还不出来迎接？当真是一点孝敬心没有啊！秦少爷，您稍等片刻，我马上转告少爷。你可快点去啊！我告诉你，耽误一炷香，赏1000两银子，让他自己好好掂量掂量。一个毛头小子罢了，还想来城府闹事，就在外面等着吧你。少爷，那管家就是敷衍，他根本不会出来的。那既然这么搞的话，那我就让全京城人都看看，他们城府究竟是什么样的罪恶。秦少爷，你叫俺这群人来干啥？来，这是你们等会儿要喊的口号，就照着这个念。嗓门最大者评先进工作者，奖励10两银子。您放心，我一定用最亮的嗓音喊，把事情办得漂亮。程发，还钱！程发，还钱！说得好，大点声！惩罚不要脸，画舫白嫖不给钱。秦家少爷张淑才颠覆嫖子太仁义。惩罚太无耻，钱不还还装犊子，谁会读书不认账，坐在家里当乌龟，10万留着卖花圈。程发这回算是丢尽了脸面，连这种钱都要欠，好歹父亲也是朝廷命官啊。谁说不是啊？没钱还去喝花酒，现在都还不上了。户部侍郎还不如我们小老百姓讲道理啊！还钱！少爷，这秦风在外面抢了好多乞丐在喊，这分明是地痞无赖，毫无救呀！再这么下去，我们府中的名声就要被丢尽了呀！老爷若是知道，怕是……秦风，我他妈要杀了你！滚！哟，出来了，终于舍得出来了，还钱吧，10万两银子，还有利息，4000两。哪里那么多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是敲诈，别蹬鼻子上脸！敲诈？
惩罚不要脸，画舫白票不给钱，秦家少爷张书才颠覆票子害人意。秦公子这么闹，怕是不妥吧？且不说我与你父亲同朝为官，如果同到皇上那里，你我怕是都不好看吧？好看呀！这程公子吃花酒，让我垫钱不还钱，这到陛下面前可得好好告个御状。秦公子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程伯父，您这儿子真丢您的脸，这该不会不还钱是随了爹吧？惩罚太无耻！欠钱不还装犊子，只会读书不认账。你过来，爹，你给我解释！这个逆子，竟给我闯祸！爹，这分明是在陷害我呀！我真的没有，还不承认，还不跟秦公子认错？这子不教，父之过呀！大点声，咱得把程公子的光荣事迹好好宣传宣传呀！打死你！爹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原谅我这一回吧。伯父，你别把我学生打坏了，这不好看啊！秦风，混账，还敢敲嚷！你，对，我进去，打断你的腿！哎，程伯父，先别着急走啊，把钱给了再走啊。这么着急走，不会是不想还钱吧？好歹也是户部侍郎，这样欠嫖资，那不怕丢脸啊？也不跟您多要，10.4千两，这还不多，你这分明就是敲诈。那就10.5千两喽。秦公子，今天这件事呢，是我管教不周了。这样，这些银子你请收下，让他们散了吧。还是程大人明事理。好徒弟，为师走了，要好好做人哦。秦风，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你算。来，这是你们的工资，辛苦了。都散了吧？秦少爷，秦少爷，走。爹，秦风的混账，这样羞辱咱们，就这么算了？要我说，这禀明圣上，狠狠治他秦府的罪。混账！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虽然我们是户部的人，但是也不能做这个炮灰。况且，那秦风的恶名在京城传的也不是1天2天了。你惹谁不好，你惹他这个祸害，这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，爹，你不管管？他秦家早晚会被踩在脚底的，这一点你忍不了。他们李家早就准备好了，到时候让他们秦家死无葬身之地。赚了10万两，到手就这么点儿。少爷，糖水煮好了。这不白开水吗？太淡了，去拿点糖过来。少爷，后厨没有糖了。不就是糖吗？我堂堂秦府，连个糖都吃不起了。听说现在糖霜被各大商行把持着，囤货居齐，用不了多久，糖霜的价格肯定还会上涨一大截，而且还得有门路才能买到。一点白糖而已，至于那么紧张吗？他们这里好像没有白糖，只有红糖。要是我能做出白糖的话，那岂不是要发大财了？你快去把府里所有的红糖全拿过来啊！快去！是。小风，你又在搞什么鬼？你要那么多红糖要做什么？二姐，我们马上就要发财了。但奈何这囊中羞涩，还得需要你财政支持啊。我看你不是要发大财了，你是皮又紧了。再说了，社会上你坑了那么多钱，
你还要钱做什么？我那钱不都被四姐坑去了吗？这不重要。二姐，我能将红糖变成白糖。说什么胡话呢？这天底下哪有什么白糖？真的，不信我们可以立个合约，到时候55分成。行。我就知道二姐你最好了，我需要白糖了，等会儿就知道了。这小子不会是伤到脑子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把红糖熬化就能变成白糖，取红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呀。你这是又还原了？哎呀，你就用这玩意儿弄白糖，你分明是在毁我的红糖！哎呦，你这个败家子！现在红糖那么贵，你别弄了！哎呀，二姐，你听我说，等下就知道了。若是做不成了，大不了我赔你银子嘛。这是银子的问题吗？你分明是在乱搞！一次就一次。若不成，以后你叫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把这黄泥倒进锅里，还能吃呢？哇，本少爷成了，成了！哇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就是白糖？这比糖霜还要精细。当然，现在总不能说我不学无术了吧？我可是天才，以前的天工开物可不是白看的。哼，能成为萧官，必须依仗庞大的知识量才行。有了这制糖之法，就不愁前路不兴了。这回咱们家发财了，你可真厉害。不过二姐，这制糖之术一定要保密，不然要不了多久，这白糖就会泛滥成灾。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嘛。交给我吧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让这方法泄露出去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这天底下能人异士这么多，肯定会苦思冥想制糖之法。若是被他们参透下来，只怕这白糖很快就变成红糖的价了。的确，若想减少此类事发生，就得减少产量，还要进行包装，把白糖变成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高档货，一般人买不到，这样才可以从中赚取暴利，一举两得。你从哪儿学的这些啊？你到底是不是秦风？当然了，如假包换呢。要想打开白糖的销路，还得有知名度，也就是打广告了。有道理，但如果只是做糖铺宣传的话，就太大众化了，与我们方才所想背道而驰。二姐，最近有什么大日子吗？过几日是纪王的寿辰，能参加纪王宴的，肯定都是些王公贵族。把这个白糖拿去销售，定能大爆。不错，就看你了。好，哎呀，见了许久，大人，多谢，请坐，请坐，再见，来，坐，坐。大殿之上，这怎么带了一肚子什么呀？秦风，上一次让你侥幸逃了，这一次你必死无疑。这何物啊？爹，不要动了肝火，我向您保证，纪王殿下见到这份礼物，一定会心花怒放。我秦天虎上辈子造的什么孽，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来？秦家大少爷，你用这个麻袋来装礼物，莫不是把殿下当成乞丐了？秦风，你这礼物准备的这么不走心，莫不是不把纪王放在眼里，还是说你是故意准备让纪王难堪的？哎呀，这个犬子平常就不正经，就喜欢胡闹，倒是让诸位见笑了。哼，纪王到。祝纪王殿下福寿与天齐，岁岁有今日，年年有今朝。同喜同贺，诸位请坐吧。谢殿下。殿下，秦风这厮故意拿着麻袋来您寿宴，让您难堪，还请殿下降罪，就地惩戒，以儆效尤。小样，我等的就是现在。
殿下，这可是小人废寝忘食好几夜才做出来的，竟被人如此污蔑，还请殿下为我做主。秦大人，风儿这孩子病得不轻啊，回去好生医治，莫要再耽搁下去了。殿下教训的是，殿下宽宏大量，根本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还不赶快去演戏吗？殿下雅量，若是王爷看见小人准备的礼物，一定会特别开心。你秦家的脸呐，都被你丢尽了。你是真不怕你爹把你的狗腿打断？怎么，不敢让我拿出礼物？若不是自己的礼物，根本拿不出手。我的礼物，自然是要比你的好10000倍。你呀，看好了。殿下，瑞儿有心了，只要殿下喜欢就好。殿下，这秦风每日疯疯癫癫的，今日还这样闹，小的是痛心疾首，可是又无可奈何。这兵种交遇，乃是小的有幸所得，还请王爷收下。大家随意送礼，简单一些即可，不必过于铺张。是。俗不可耐，殿下的身份，什么礼物没见过？若是以金钱能衡量的东西，那便配不上殿下的身份。既然我们的礼物俗不可耐，那秦家大少爷，您准备什么清新脱俗的礼物？贴个麻袋来也好意思说？夜明珠，冰种玉石，哼，肯定很值钱吧？废话，就单李少的夜明珠，那可是无价之宝。如今北狄频繁袭扰，陛下殚精竭虑为钱发愁，看来殿下还不如你们呢，能送出这么宝贵的礼物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你分明是在胡搅蛮缠！今日可是殿下的寿宴，又岂容这些俗物来污殿下的眼？殿下为了让陛下少忧，特地缩短了寿宴的开支。难道整个大梁国，只有我们秦府和殿下才懂得节约吗？殿下，小人并非是这个意思啊。风儿此言极是，如今大梁财政紧缺，诸位送的大礼实在是不合时宜，赶明儿便登记造册，填充国库。风儿，你准备的礼物是什么？不要再卖关子了，让本王瞧瞧。是。来，如今蔗糖产地重创，糖霜乃是稀缺物，便是本王府上也要算计着用。怎么秦府却囤积这么多的糖霜？啊，殿下请尝尝看。秦风，这些极品糖霜，你是如何所得？极品。殿下，这并非糖霜，而是白糖。哦，白糖？不就是一些糖霜，只不过是数量极少，换了个名字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装神弄鬼。就是纨绔就是纨绔，净弄些这些没用的来糊弄殿下。一群井底之蛙，谁跟你说这是糖霜了？这可是我精心提纯才出来的白糖，这白糖颜色洁白如雪，就连口感也不比蔗糖差。这哪里都能买得到，说的跟个宝似的。殿下，此人大放厥词，妖言惑众，这个人就应该逐出王府。这是你们没见识，这白糖也分3、6、9等，而这个便是最顶级的，100斤蔗糖才能出1斤糖霜，而100斤糖霜才能出1斤白糖啊！100斤糖霜能炼1斤白糖，那这白糖岂不是天价？可你刚才却说国库吃紧，那这白糖又是怎么回事？
这些白糖乃是在下亲自提炼，只需要花些成本价罢了。就你，哼，吃喝玩乐还差不多，还提什么白糖？因为我聪明啊。再说，我有这手艺，总不能荒废吧？难道国库吃紧，玉雕师就要回家种地，酿酒师就要回去耕田吗？没有这样的道理。风儿有心了，这些白糖，本王甚是喜欢。殿下为国征战几10年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如今终于田园归隐，可要好好享享清福了。小人这两袖清风的，实在没法送像夜明珠那样的珍宝。殿下若是喜欢，你以后的白糖，小人全包了。还请殿下不要推辞小人的一番心意。既如此，那本王就收下了。秦尚书啊，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。殿下过誉了。该死的秦风，怎么变得如此精明？他送的哪里是糖，送的分明是人情世故。在下府中还有一些白糖，若有兴趣者，可以去府中与佳姐详谈。白糖1斤500两，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。你这价格太离谱了，真以为自己做的是金子，傻子才会买吧？据我所知，蔗糖产地每年只产出500斤糖霜，进贡到宫中。这如今宫中用度想必已经用完了。若是陛下能够吃到这个白糖的话，别说了，谁会买你的白糖啊？秦公子，贵府还有多少白糖？有没有100斤？我先预定了。陛下到现在都没有尝到，若是我第一个买到，送给陛下，必定能让陛下记住啊！价格不是问题，你有多少白糖，我全包圆了。哎，你竟然跟我抢！都别急，今日乃是殿下的寿宴，理应先以殿下为主。至于买白糖一事，尽管让人与佳姐洽谈便是。在下先行告退。在下也先行告退。殿下，这个秦风简直是胡搅蛮缠，他居然在您的寿殿上做起了生意。无碍，本王也不是迂腐之人，年轻人就得有此等能力，是我大良之幸啊！臭小子，那白糖真是你提炼的？莫不是你信口雌黄？如果事情闹大，拿不出东西来，我们秦府整个都给你输牵连。哎，爹，给我留点面子。哎，那白糖确实为孩儿所造，此事二姐全程知晓。现在国库吃紧，你却当众大肆敛财，若被陛下知道了，岂能饶你？哎，爹，我先继续做糖生意了，您随意啊。哎，秦家有此子，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。秦风，你的死期要到了。哎，小侯爷，哈，这宴会都开始了，怎么才来呀？有事耽搁了。可惜小侯爷方才没瞧见，这秦风今日装疯卖傻，拿糖贿赂殿下，这朝廷恐怕以后是他秦家说了算。我没闲工夫听你瞎扯。哎，小侯爷，是我失言了，我只是为了老将军感到不公啊。秦风刚才还说要让宁将军对他俯首称臣，真是胆大包天，无法无天。他竟然敢欺负到我宁家头上来，哼！宁家跟秦家向来不对付，就用宁火这个莽夫亲手除掉秦风，李公子这招实在是高啊！秦风，你找死！你怎么上来就动手？讲不讲武德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就你也敢侮辱宁家？今日我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，我就不是宁家人！我没侮辱，我什么时候侮辱你家了？李少，这周围的守卫已经全部让我支开了。宁火最大的逆鳞就是他父亲，那些话足够让宁火把秦风打死了。
干得不错。秦念两家本身就不对盘，这下有好戏看。我没侮辱。小侯爷，可别让秦风跑了。李锐，我打不过宁虎，我还打不过你，你再比比，我就给你个大耳刮。放肆！胆敢冲撞陛下！走。参见陛下，陛下晚安。参见陛下，陛下晚安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陛下，兵部尚书之子秦风冲撞龙躯，犯了大不敬之罪，还请陛下重罚。陛下，宁小侯爷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追杀我，这才冲撞了陛下，还请陛下为小人做主啊！宁虎，可有此事？陛下，臣不知陛下在此，险些冒犯陛下，臣死罪。是他在宴会之上大放厥词，所以臣在一时之间失了分寸。陛下，此等不守规矩之人，理应重罚。我被莫名其妙追着打，怎么变成我不懂规矩了？要不是你让我爹对你俯首称臣，我能打你吗？你胡说，我根本没说过这种话。来人，去请皇叔来。是。秦风，你现在承认错误还来得及，等会儿当众揭穿你，只会罚得更重。等会儿纪王殿下到了，自然会真相大白。你这么着急，该不会这件事情是你做的吧？你休要胡说！你休要胡说！李寿可以给我作证，这事儿跟我就没关系。这个废物，牵扯我做什么？李少怎么不说话呀？该不会真和你有关吧？纪王殿下到。陛下，您怎会在此？快请里面上座。朕来时就看见这些小辈在这里喊打喊杀，特此询问事情缘由。纪王殿下，宁小侯爷上来就说我辱没宁将军，我冤枉啊！还请纪王殿下和陛下为我做主啊！殿下可有此事？并无此事啊，小风只是送本王白糖，甚得本王的心啊。说话，我可是守规矩的好孩子，怎么可能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？宁虎，你从何处道听途说？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30板子伺候。陛下，是惩罚。陛下，我也只是听别人说的。陛下，我也只是听别人说的，没想到真闹成了误会。听谁说？我都快被人打死了，你跟我说误会？我看你分明就是蓄意谋杀。陛下，是臣愚钝，请治臣的死罪。惩罚：故意挑起事端，怂恿他人不和，你该当何罪？陛下，我冤枉啊！我真的只是听别人说的，所以我才……还狡辩，信不信我再踹你？大胆秦风，在圣驾面前竟然为所欲为，简直是没有把陛下放在眼里。别人冤枉我还不能踹回去？再说了，我这分明是人仗龙势，哪有没有把陛下放在眼中？你好一个人仗龙势！来人，把惩罚拖下去，重打4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陛下饶命啊！李少，救我呀！是你叫我这么做的呀！好啊，原来是你们几个联合起来算计我，我的命好苦啊！陛下，您可是小人的倚仗，可要为小人做主啊！请陛下明鉴，小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肯定是惩罚与他之间就有隔阂，所以蓄势报复。惩罚，你最好老实交代，否则爹也保不住了。小人知罪。拖下去，行刑。是。看来程发这是做了替罪羔羊，这程家必定有什么把柄在李家人手上。秦上，
刚才在下多有得罪，给你道歉了。倒是个能伸能屈的主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误会解除就好了。我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，对吧？你小子看似疯疯癫癫，说话倒是颇有水准。来，陪朕去走走。多谢陛下夸奖。钱枫，这笔账给你记下了，日后定要你与秦家的血来偿还。你刚刚在宴席上的那番话说得不错，所以这皇上是知道了宴席上发生的一切，方才那是故意的。看来他有意让秦宁两家和好。可眼下大梁国库空虚，以朕为首皆是开源节流，而京中重臣子弟却是挥霍无度，重礼相送，实属不该。陛下，小人看陛下您忧国忧民，实在操劳，替陛下您忧心啊。看来这京都之中也有人愿意与朕同甘共苦啊！那白糖，就连朕都未曾见过，确实非糖霜能够相比。既然陛下如此喜爱的话，那日后宫中白糖用度，便全交给小人来负责了。你呀，就是个财迷。你父亲带进宫的那本《强弩图解》，你是从何处得来？回陛下，那个书是我以前捡到一本叫《天工开物》的书籍，小人看了几眼，便记了下来。哎，可惜啊，破损严重，现如今已经化为泥土了。原来如此，这强弩确实技巧，工部已经看过。打造1万把强弩备用，恐怕要不小的开销，细细算下来，就要几10万两银子。可惜呀，陛下缺钱，好说，我借你啊。此言当真？区区几10万两银子，有何难？京中那些大臣倒是兢兢业业，但是宫里那些官宦子弟们却是富得流油，随便讹几个人，一支强弩军不就出来了？你小子果然有趣。今日来在京中的所为，恐怕这老小子早就知道了。与其藏着掖着，还不如大大方方的。陛下，这钱毕竟只是出借，还是要还的嘛。至于是利息嘛，敢跟朕要利息，前锋，该当何罪？陛下，在商言商嘛。既然陛下都向我来借钱了，肯定是还不起，所以小人决定可以用知识产权来替代。知识产权？朕闻所未闻呐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卖的东西别人不可以卖。我的想法，我的东西受大梁律法保护，别人若是剽窃我想法的话，都要治罪。可此先并无先例啊。若陛下愿意开此先例的话，小人便帮陛下打造3支强弩军、6支陌刀队，还有1万步兵精锐。你可知欺君之罪该如何论处？小人若没有这个能力，怎么敢打包票呢？好，胆识过人呢啊！不过嘛，小人手里也不宽裕，还得陛下给我这个充足的准备时间，为期3年，1年1交付，立字为证。也就你小子敢在朕的面前这么猖狂，哼！朕允了。多谢陛下，您真是小人见过最英明的陛下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打算在外面建一个酒楼，不知陛下是否愿意入股呢？酒楼？说来听听。你也缺钱，但小人一下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。京城那些贵胄子弟也是时候该出出血了。好，
此事全交由你去办。小人遵旨。小风，你太厉害了！咱们家的白糖订单已经排到下个月了，这下咱们家发了。二姐，快别管什么白糖了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这开酒楼选择哪个地址比较好啊？你怎么又要开酒楼？我的梦想是成为大梁首富，当然得铺上自己的商业版图了。行，姐帮你看看啊。哎，这个位置好，这里人流量大，而且旁边有个戏台。哦，好，就选这儿了，给它盘下来。来，今天开业，你让我宴请了京中贵胄子弟，想做什么？当然是让他们出钱。好久不见，李公子，来了。让诸位久等了，五湖大酒楼今天开业，多谢诸位赏脸前来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则是与敬依礼有关。你这分明是耍人啊！敬依礼乃是战前庆典之一，与会者不是皇亲国戚，就是朝中重臣，与我等有何干？对，秦公子莫不是想让我等参加演武选拔，奔赴前线，抛头颅洒热血？这等殊荣，秦公子您还是自己享用吧。就是你自己去吧。哎，诸位淡定淡定。秦风这厮攀龙附凤，是要献祭京中子弟，干尽了损人利己的肮脏之事。这是要与我京中子弟为敌，我们要一起同仇敌忾，抵制秦风。没错，抵制秦风，你现在就是京中子弟之耻。你呀，就是一个市井小人。哎，说得好，谢谢了。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正所谓，君为舟，民为水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在下能与天下市井之人打成一片，实乃本人之幸也。真是不要脸啊！是，还是说，诸位觉得“市井”二字乃是什么贬义词？是贬义词吗？诸位既然说我乃市井小人，我也就认了。诸位官宦子弟如此高高在上，那自然不能与我等平民蝼蚁为伍。我还能说什么？这谁敢承认啊？要是说了看不起平民，恐怕麻烦会更多。秦公子说得好啊，在下与你一样，也只是京都平民。哎，该死，好不容易拱起来的火，就被他这么化解了。你说这……秦风，那敬依礼之事，究竟想干什么？如今国难当头，多地频发天灾人祸，国库入不敷出，想必桩桩难事，诸位都心知肚明了吧？这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怎么有点不祥的预感？这跟我等有何关系啊？你一个地痞浪荡之子，竟还关心起朝事来了？事关国家大事，匹夫有责。怎么，你李家身为朝廷要员，是不想让我们大梁变得繁荣昌盛吗？这是污蔑，我爹乃忠心耿耿。既如此，那等下就是表李少忠心的时候了。诸位，这敬依礼，一乃焚香明志，二乃为国家选出年轻的将领。虽说与我等相差甚远，但我也想为国家贡献出一份力气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要就是在下秦风，号召各位踊跃捐款啊！筹得善款将充盈国库，而且凡是捐款之人将留名造册，待敬依礼上供陛下过目，陛下定会记住诸位的功劳。你呀，就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来讹钱吧？你方才还对陛下表忠心，现在反倒说我变着法讹钱，看来啊，也没什么忠心可言。我李家的忠心，岂是由你来践踏的？不过你这么胡作非为，拿着陛下的名义来做事，就不怕被砍头吗？是啊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啊！而且替陛下筹善款，闻所未闻啊！
估计这钱啊，最后都落到秦风的口袋里了。这银子最后肯定是打水漂的。对呀，我的本来家中不多。秦风，只要有我在，你1分钱都别想筹到。这在天子脚下，秦某能说出这种话来，你们也应该知道是谁的意思。看，就是我还真有。这竟然是我们的名字！这秦风到底要干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也是，对呀，你自己要去干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小子什么时候筹备的？秘密。既然这李公子囊中羞涩，不想捐款，那便不强求了。在下既乃筹资人，那定然要起带头的作用。我以我个人名义捐赠5万两白银，愿我大梁千秋万代。这么多人，哎呀，好，真是不错不错。秦公子好风骨啊！吕少爷，您父亲乃礼部郎中，不知你这次捐多少呀？不捐也没事儿，这可是要交给陛下过目，这要是被陛下看到，被划了名字，恐怕会对你有厌恶之情。秦公子，我没说我不捐啊！为了大梁，在下愿捐2万两。不愧是吕少爷，果然深明大义。想必陛下知道吕家如此心系大梁，定然会龙颜大悦。秦公子谬赞了，我捐1万两。我也捐1万两，我也捐。好，二姐，快登记造册。好，交给我。秦风，你这是故意的吧？我捐6万。这捐款不都是自愿的吗？我可没强迫任何人啊。这李公子不想捐，怎么还怪上我了呢？工部侍郎之子捐款6万两。真是慷慨啊！真大方呀！不愧是工部侍郎之子，在下替大梁的国防事业由衷的感谢您。您父亲有您这等好儿子，将来仕途就好走了。不像有些人，整个名单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被划掉。李家该不会是不在乎大梁的兴亡吧？对呀，分钱哎呀，二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就是担心陛下看不懂这意思，你标注一下。好，户部尚书之子1毛不拔。这个活该1毛不拔的他。秦风，你如此针对我，就不怕你爹在朝堂上被人穿小鞋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你不捐款，还要在朝堂上压制我爹？你给我爹穿小鞋？李锐，你怎么这样？仗着自己爹是尚书，是这样就敢胡作非为，就太过分了！秦公子可是在为陛下做事，你不怕掉脑袋吗？就是啊，脑袋不怕掉吗？秦风他听错了，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愿意捐一笔款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可是李兄啊，这叉已经画上了，如果再改的话，是给我出难题啊。重新画一个不就好了吗？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懒，这名字已经写好了，这要改的话，费心费力的哈。开个价呀，不愧是李兄，果然痛快。我也不跟你多要，就55000两辛苦钱就行。好，就15000两呀，好兄弟啊！和你一比，我简直是个穷光蛋呀！哎，写上，户部尚书之子李锐，捐款10万两。好，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捐10万两？不是你刚才说的话吗？还有55000两辛苦费，捐款10万，这怎么就不认账了？既然李少不愿意捐，那就算了。嗨，这哪有捐了又收回去的道理？怎么能反悔呢？炫耀，我就说李少为人大度，为国为民，
这区区几十万两银子，算得了什么？二姐，帮李少写上，记得字写大一点，让陛下一眼就看出来。好嘞。这个朝代还别说，虽然国库紧张，但大家的整体消费水平、工资还挺高的，动辄几十万两，太爽了！为了感谢李少慷慨解囊，今日我们餐馆所有饭菜打8折，大家尽情享用吧！多谢秦风吧！秦风，等下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事情都办妥了。陛下，不负陛下期待，这是近来的营收账本，请陛下过目。什么？进了这么多？当然，小人让陛下入股，定不会让陛下有所亏损。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就筹了120万，这足以打造一支精锐边军了。但是靠酒楼营收肯定是不够的，这还得多谢京中那些贵胄子弟的慷慨。别以为朕不知你是如何拿下这些银子的。陛下谋略无双，眼力过人，什么都瞒不住陛下。但不管什么样的办法，只要能好用，就是好办法。区区一个筹资大会，京以礼的费用凑够不说，竟从京都子弟的口袋里刮出一大笔银子来。哼，办得不错。很多生意朝廷不好直接插手，恐乱民心，由你去办，倒也好办了许多。陛下，如今大梁国库空虚，小人还有个拙见，陛下您要听吗？你小子说说看。陛下，您可以发行国债。这何为国债？类似于向民间借贷的一种？非也，是以我大梁国的信誉向各大商户借债，分期数年，偿还本金利息。这利息嘛，比钱庄要多一些，比民间借债要少一些。等同于让各地商号出钱打仗，等战事过后，再由国库逐步拨款偿还。没错，将1年的财政压力分摊到数年，而大梁国的信誉自然不是那些钱庄可以相比的。那些喜欢稳健投资的商户，自然会更感兴趣。秦风啊，秦风，你这脑子究竟是什么做的？竟有一些奇思妙想啊！能为陛下解忧，是小人的福气啊。对了，国债发行以后，能否允许小人有优先购买权？哼，你这些鬼主意，不就是想赚朕的钱？此事，朕允了。谢陛下。如今有了你拿来的这笔钱，你爹就快启程前往边关了，是时候该跟北狄一决高下。家父定会凯旋归来。您慢走。小二，把你们这好酒好菜都上上来，快点啊！好嘞。哟，这不是前段时间刚被打了40大板的程公子，屁股恢复的好了，又能挨板子了。行了，我们是来吃饭，找个位置坐。这两人突然来吃饭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，你注意点。哎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哎。陈峰，这谋财害命的黑店呐！我男人在你这儿吃完饭，回去就不行了。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
别好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男人在这儿吃完饭就中毒死了，他乃是家中顶梁柱。各位大人、公子，求你们给我个说法。这不就来了吗？事关人命，别吊儿郎当的。这秦风，当真有如此恶毒行径，我必为你主持公道。你说是中毒而亡，可有凭证？民妇哪懂寻医问药，城中极医的诊断便是凭证，不是旁人，正是青草堂的吕先生。吕先生可是京中名医，绝不会出岔子。此人必是被酒楼的食材毒死。既然是吕先生的诊断，那自然毋庸置疑。不过酒楼究竟用的什么黑心食材，就这样害了人命啊？秦风，你当如何解释呢？诬陷，一定是诬陷。你还笑得出来？秦风，你身为兵部尚书之子，怎能如此轻视生命？单凭他一面之词，你们就要定我的罪？哼，真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啊！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弟弟绝不是随意草菅人命之人，若此人的死与我们酒楼有关，我们会负相应的责任。但若不是，你们也休想污蔑我弟。好，那就有请吕先生。吕先生，此人是否是因为食物中毒引起了恶疾？怎么，程公子是在怀疑老夫的医术？不敢，只是这闹出了人命案，还是谨慎点为好。如今这证据确凿，这人呐，就是秦风所杀。二姐，既然这些人欺负咱们爹出征了，那你就去宫中，去求圣上来为我做主。好。你无耻！正所谓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秦风，你真以为有陛下撑腰，就能随意践踏他人生命吗？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，就算是有关系，也轮不到你们来惩处我。当家的，你怎么就死了呢？你丢下我一个怎么活呀？秦风啊，你可不要太猖狂，事实真相都已经摆在面前了，容不得你否认。听说此处发生命案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前脚出事，后脚大理寺就来人，说没故意陷害，狗都不信。大人，我家男人在这儿吃完饭就死了，他们还不认账，求大人做主啊！大人，小人愿意作证，此人确实是食物中毒而亡。还愣着作甚？速速将犯人拿下！是。不是，这就是大理寺吗？毫无罪证就想将我定罪？秦风，这一次我看谁也保不住你。京中出了人命案，齐大人自有过问权限，但直接惩处我，就不怕陛下怪罪吗？本官身为京中父母官，出了人命案，自是不得不问。这分明就是栽赃嫁祸。我们酒楼的食材都是去早市购买的新鲜食物，我怎可能以次充好，自砸招牌？你这空口无凭，又无法自证清白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看他就是拖延时间。齐大人，你快将他押入大牢，让他伏法，给死者一个交代。我怎么就不能自证清白了？放开！吕先生的医术早已名扬京都，李先生所说此人是误食导致恶疾，那想必应该不会出错。既已承认，还狡辩作甚？只是啊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偌大的酒楼那么多客人，就死了他一个，我与此人无冤无仇，总不能下毒害他吧？那谁知道，或许是恰巧他吃了你那有问题的饭菜呢。若不是中毒，就算是误食腐肉，也顶多闹肚子而已。能够要人命的食物，我只想到两种，其一乃是毒蘑菇。今日酒楼的菜肴中便有蘑菇。你家酒楼贪图便宜，想必买了来路不明的毒蘑菇吧？原来是这样，好
好啊，终于找到证据了。秦风，现在总无话可说了吧？就算是最毒的蘑菇，自食用到毒发，最少也需要半日才能毒发，怎么可能刚吃完就毒死的？你们若不信，大可以求证吕先生。此言不虚，凡误食毒蛊者，皆会出现幻觉，煎熬数日毙命。怎么可能？若是误食毒蘑菇，或者常见食物中毒，老夫自诩也能检查出一二。但此人误食中毒，究竟是吃了何物，老夫实难发觉。除了毒菇之外，还有一种食材能夺人性命——河豚。此鱼肝脏含有剧毒，在短时间内便可要人性命。齐大人，我根本就没有听闻过此鱼，他就是在胡言乱语。对，速速将他拿下，切莫再听他狡辩了。对，还是尽早处理他了才是。哎，处理。不过处理我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呀？等我把话都说完了，再定我罪也不迟。你这么着急，难道这件事是你做的？你休要胡说！秦公子，你说的鱼果真有此剧毒？没错，大梁境内倒是有几处河豚产地，只是距离京都既有千里之遥，根本运不过来。这便是你为自己寻找的开脱之词。就算如此，你也可以早做安排。没错，我看你分明是蓄谋已久。强行抵运京都，必会被官府查扣，说不定兴许还被安一个谋财害命的头衔。试问，我与此人素不相识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毒杀他呢？的确，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，他一个兵部尚书之子，根本没有必要杀一个小老百姓啊！而且如此稀有的鱼，价格肯定昂贵。我估计他那条命恐怕都没这毒贵。大婶，不知你家男人可曾与人发生过争执？我家男人向来与人和善，他不曾和任何人发生争执。这么说，那奸人残害无辜，单纯只是为了栽赃嫁祸，抹黑本少爷了。秦公子乃是兵部尚书之子，是这京中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是什么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栽赃嫁祸？难道是圣上太过宠信秦风，遭人眼红？这也只是你嘴上推理，并未有实质性证据证明你的清白。你想要逃脱罪责，怕是不行吧？你说的也没错，我敢保证，我这酒楼内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毒素，所以只需要找出究竟是谁触碰过此人碗筷或酒杯，就可以揪出元凶。酒店人来人往那么多，怎么可能还找得到？秦风，我看你分明是想替自己开脱。来人，把门锁住！你这是想干什么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不可马虎。把酒楼所有工人提到大堂，先认死者的长相，好好回想，究竟是谁碰过此人的杯筷？少爷，此人向小的要过2次杯子，而且此人当时就坐在被害者身旁。胡说八道！你们这分明是栽赃陷害！河豚毒可是剧毒，一旦误食，便是小命不保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你肯定拿了什么东西，沾着河豚毒抹在杯子上。那也不能证明是程公子。我思来想去，最方便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使用而不被起疑的，不会是手帕吧？应该是他吧？这只是寻常手帕，你这么着急做什么？是不是寻常手帕？验验便是了。去端一盆水。是。喝口。开玩笑的啦，吕先生，借你银针一用。你莫非是要银针试毒？看着。
原来真是陈公子啊！这多大的仇恨啊！居然下这种毒来陷害秦公子！你还不知道吧？他上次欠秦公子嫖资不给，秦公子上门要钱，他已经怀恨在心了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李公子，你可一定要救我呀！我可是我……讨你个惩罚！居然心思如此歹毒！我齐大人，还请您秉公处理。来人，把惩罚押入大牢。是。等等，陈公子好像有话要说，怎么不让他把话说完呢？惩罚，你可要仔细想清楚了，说出背后指使你的人，这样你才能少受皮肉之苦。毕竟程家可只有你一个儿子。让惩罚说。分明是他让我做的。他说失伤之后还给我10万两银子。秦风，你可把我害得好惨啊！这不就是活该吗？好一个贼喊捉贼！程发，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凶手是你。说你不老实交代，恐怕你整个程家都会受到牵连。若据实以报，我秦风担保你程发安然无恙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他押走！不是，谁敢动他？拜见陛下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起来吧！谢陛下！陛下，您可为小人我做主啊！明明证据都已经摆在面前了，他们还强行给小人安罪名。可有此事？陛下，程公子指认秦公子，臣也是按规矩办事啊。就单凭他一句话就定我罪，说我用银子收买他，那交易赃款呢？证物证人一概没有，分明就是诬陷。程发，可有此事？敢撒谎半句，满门抄斩！陛下，是李锐让我这么做的。陛下，求陛下明鉴，程发只是狗急跳墙随意指认，全是他一人所为，非要到处攀咬啊！终于看到你们狗咬狗了，敢3番2次谋害我，新账旧账咱们一起清算。我有证据，这河豚毒是李锐从东海运来的，陛下您一查便知，特意走的是吴家镖局。去查。是。李公子，你要不现在就承认了吧？要是被发现，可是要罪加一等哦。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我们秦家向来恪尽职守，老实本分。我爹更在前线为大梁卖命，但你们却在背地里谋害我弟弟，真不怕寒了将门子弟的心吗？此事朕定当给秦家一个交代，谁沾染过此事，接受重罚。谢陛下。报！陛下，所有的证据皆已找到，确认是李锐所为，并且有李尚书亲自批发的文书。陛下，是你们定有误会啊！证据都摆在面前了，你还想要狡辩？陛下，肯定是有误会啊！这上详细到这河豚毒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有记载，你跟朕说这是误会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被查得这么清楚呢？我明明已经派人摧毁了呀！现在承认了，可惜晚了。哼！李锐谋害他人，嫁祸将门之后，立即斩首，惩罚从某打入死牢，永不得势。大理寺卿齐圣失职，罢官抄家。陛下开恩啊！小人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陛下！陛下且慢。陛下，犬子顽劣，
还请陛下看在老夫为陛下鞠躬尽瘁的份上，宽恕犬子这一回吧。你个老匹夫，李锐下毒谋害人命，你还让陛下宽恕他？脸呢？之前还是鲜活的一个人，就是因为他的私心，现在却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不过只是一介平民而已，死就死了。你，来，面试人，也给我死！你疯了！一天天的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是平民还是贵族，都是人命，没有谁比谁高贵。你如此践踏人命，就不怕遭到反噬吗？够了！来人，将李锐拖出去行刑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爹，你救救我呀，爹！既然陛下无情，那就别怪臣不客气。大胆！你是想谋反吗？既然大梁无明君，不如换我来做做。放肆！现在放下武器，朕还可以既往不咎。胆敢再进一步，定让你们死无全尸！我敢走出这一步，就没有想过回头路。今天，你们必死！哼！就你带来的这几个人就想杀我们，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秦风，你是斗不过我的，我迟早要主宰这天下，而你只配跪在我面前给我舔酒。哼，好得很呐！朕倒是小看了你的野心。你只知道重用秦氏一族跟北狄打仗，昏庸无道，还不如换我当这个皇帝，天下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。哟，谋朝篡位被你说的这么新奇，难道就只允许北狄打我们，而我们不还手吗？如此懦弱无能，这百姓落在你这儿，可就遭殃喽。我们不主张欺负别人，但也不允许敌人入侵我们一寸土地，这是底线。说得好，这才是我大梁男儿。明明只需低个头，就能换来百姓安宁，和平共处方为上策，而你却不肯，昏庸无道。不是，你赌个屁呀！人家都在你家门口又杀又抢了，你还想着和平共处呢？天下要真落你手里，可就遭殃了。那又有何妨？你们现在就是砧板上的肉，任由我宰割。你还是别太嚣张，否则我现在就弄死你。谁为刀俎，还未可知。不过我倒是好奇，你又是怎么算到今天陛下会出宫？你在纪王府与他私下相处过后，你便大肆搜刮贵胄弟子钱财，你必定受他意。你这么一个收敛钱财的好爪牙，他怎么舍得你死？所以你就布了今天的局，要么我死，要么陛下死。没错。李大人，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看在我们程家为您卖过命的份上，可一定要救我呀！滚开！你方才共处的事，可不是这个嘴脸。滚！笑什么？我劝你对我还是放尊重一点，否则我立马让你去见阎王。谁先见阎王还不一定呢。好，那等我杀了这个皇帝，第二个就是你了。想要皇位，恐怕你们还没这个资格。看来你还没有认清现状，那么现在让你看清楚。来人，先杀了秦风！我看谁敢！谁要是敢动我弟弟跟陛下一根汗毛，我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我劝你们最好还是乖乖听话，否则你们可是会死得很惨。我劝你们还是搞清楚局势，乖乖跪下给李少磕头，说不定他还能饶你们一条狗命。就他给本少提鞋都不配，滚一边去！找死！跟他废什么话？先杀了他。第二个就是你，李旭啊，李旭，这些年朕自问待你不薄，
可你为何还要行此等大逆不道之事？难道就不怕诛九族吗？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走出这里了。就是，你们有能力走出这房间吗？一条疯狗叫什么叫？当心本少爷拔了你的牙！谁要杀了他们，本官奖励你们1万两黄金，再加官进爵。我看谁敢！就凭你们两个！姐姐，你终于来了。皇上，微臣救驾来迟，还望皇上见谅。不需多礼。你们不用乱来！我爹他可是带了几百号人过来的，来时已全部解决。这不可能。那又如何？我四姐一出手，何止上百人，就算上千人，也都是小儿科，是吧，四姐？都什么时候了？闭嘴！怎么，你们真以为陛下出宫只带了2个侍卫？一群没脑子的东西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既然你诚心发问，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，从你们打算谋反那一刻，咱们英明神武的陛下就已经全部吃相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我的一点聪明睿智，对付你们简直就是毛毛雨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朕的江山岂是尔等小小能够觊觎的？爹，怎么办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你最好放了我，要不等北狄打过来，你一样会死。若我还活着，可以跟他们谈和。所以，李大人和北狄是狼狈为奸了吧？这叫合作共赢。我呸！你祖宗要是知道你卖国，估计早就气得连棺材板都翻出来骂你了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前线雁门关已经失守，我军全线覆灭，北狄军队已经到京都城门了。什么？看来曲大人已经成功了，识相的，赶紧投降！谋权篡位，还通敌卖国，你就不怕被天下人唾弃吗？那又如何？成王败寇，历史自古以来都是胜者书写的。只有你们这些人都死了，我就是这天地的主宰。找死！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早晚遭报应。哼，你那个死鬼爹已经成为北狄人的刀下亡魂了，你们跟我傲气又有何用呢？四姐，杀了他，为三弟报仇！报！启禀陛下，北狄军队已经到京都城门了。不是刚到雁门关吗？怎么突然到了京都口？这怎么办？我还不想死呢。你们都得受死，到时候当你们到了黄泉底下，我呀会亲自给你们烧纸的。李尚书，以后请罩着我。现在杀了他们，丞相之位就是你的。动手！就你们几个渣渣，还想谋朝篡位？你们最好掂量掂量，如果我们死了，你们也别想活。李旭，朕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放下手中的刀，朕可以免你一死。你当骗3岁小孩子吗？谋逆是诛9族的大罪，你去死吧！皇位是我的。虎虾，你不是死在边境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之前早就给过你机会了，你不珍惜，就这个脑子还要造反，真是可笑。杰峰，告诉他，让他死个明白。是。
从我父亲出京城那一刻开始，在我跟陛下的谋划之中，至于你跟北狄来往的书信，早就在陛下的掌握之中。所有的军资，你们李家出了一半吧，惊不惊喜？不对，那北狄一行到京都城门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们都被骗了，到京都门口的是我爹。至于你们心念的北狄，现在早就自顾不暇了。什么意思？自然是我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他们战败还要给我们大梁上贡，如果不上，那咱们再打一次。不可能，北狄骑兵如此凶猛，你不可能这么短时间打败北狄。这里面当然有我的兵法，还有我亲手制造的武器呀。你还有北狄都败了。李家父子谋反，按律如九族，今日问斩。陛下，臣知错了，请陛下饶臣这回吧。臣也是一时糊涂啊。带下去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走。陛下，臣不辱使命，将北狄击退。爱卿平身，你养了个好儿子呀！这次你和他都立了大功了，陛下谬赞。秦风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，朕都满足你。陛下，我想当皇商。臭小子你！好，朕答应你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朕御赐皇商。多谢陛下。不过，记得要交税哦。好。哎呀，听说了呀！快点，好久不见了。请，看看。小子，这是咱们爹给你找的千金花名册，你看看你喜欢谁，爹跟你说亲去。哼，别了，我现在啊可不想成亲，这挣钱多香啊！这近3个月，咱们酒楼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了，全国各地的甜品店也在陆续开业当中，哪有时间相亲？臭小子，你竟然敢断我亲家的香火是吧？哎，爹！哎，爹打他！小消息。哎，爹啊，你等我成为大梁首富再成亲，行不行啊？您这刚从战场上回来，得悠着点儿，这必定全大梁还得靠您来守护呢。你也知道啊，迟早有一天被你气死了，赶紧给我成亲生个大胖孙子。谁能想到当初那个只知道寻花问柳、吊儿郎当的人，如今会变得如此贪财？二姐，你说他还是我们的弟弟吗？始终都是我们的弟弟，这一辈子都会相爱相守的一家人。那当然了。啊！